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先看个兰根，然后再说几个养兰当中常见的误区。看这些根颜色不一样，是因为有些能接触到水，有些接触不到。像这个发灰的这个根，没有直接接触到水，这颗是水培的。浇水的时候，我们说见干见湿，而从根的颜色来说，就是应该在这两种颜色之间切换。再看这条根，这儿上半截儿烂了，只剩了中间那条筋儿，但下面还是好的。像这样的根儿，它就还可以工作，而且还可以生长。它下面还又长了新的根儿，下面这些绿的就是新长的根儿，已经挺长了。比较老的根儿有些气色就不太好，如果轻轻捏一下是硬的，就还可以工作。但是新长的这个根儿，比如说像这个有环状的这种黑色，这一节是长到水里去了，这也说明它在水里待得不太开心，让它在水里待的时间有点太长了，需要适当的裸根一下。这一小节根已经扁了，可以揪掉了。当然不理它也可以，揪掉之后只剩下这个白尖儿在头上，通常就不会再往前长了。这个白尖儿可以剪掉，也可以留着不管，因为很小，我就留在这儿了。看这个，看上去这根已经坏了，但是它还长一个小的根芽儿，因为它捏上去还是硬的。这条根看上去伤痕累累，这儿大部分的根之前都是在植料里，是后来才给它水培的，所以有一些根出来的时候就带着一些伤。今天给它裸根，这个也是在看起来不怎么样的老根上又长了这么多的新根，根的颜色有点浅，拿出来透透光，之前那个外套盆不太透光。养着养着有一些根会黑掉烂掉，这也属于正常，就像叶子会黄掉是一个道理的，那些根太老了。像这一颗靠上一些的根是好的，下面的根黑了，这就是太老了，它就是要寿终正寝了。那几条黑色的根不仅是黑了，已经是扁了，有一段时间了，我没有修剪它，我观察了一下，它也不影响那些好根。我说这个的意思是想说，不要看到有条烂根就非常的着急，没关系的，等到什么时候换盆的时候再修，完全可以。当然，如果看到才长不久的根就开始烂，那是出问题了，需要调整一下养护方式了。植料盆栽的有时候这个根上下的颜色不太一样，比如说这个上面灰一点，下面就会更绿一点。仔细看一下盆底，这儿还挂着水珠呢。那像这个浇水还是不浇水呢？如果是天气比较冷，像我现在这个肯定不浇水，但如果是夏天挺热的，可以浇水。怎么浇呢？用水哗哗的冲一冲。之所以下面还有这些水汽，是因为平时我还给它一个外套盆，不过这套盆里头没有水了，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暂时可以没有。看它的植料表面其实已经有点干了，不过呢，摸一摸，按一按，还有一丢丢的柔软，不是那种干的刷啦刷啦的。这种程度冬季不用浇，夏季可以浇，春秋两季也可以再等等，暂时不用浇。不过这还跟植料的透气程度有关系，比较透气的这个有点湿的时候可以浇，不太透气就植料特别瓷实的这个还是再等的干一点再浇。所以养蝴蝶兰浇水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多也不能少，最容易失误的操作就是浇水，而这其中给水过于频繁又是最常犯的错误。所以浇水过于频繁算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关于换盆，
盛开着的蝴蝶兰进门就拆水台换盆，比较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在温差比较大。我说的这个温差是说家里的温度和兰园的温度差别比较大的时候更容易出问题。就我的环境来说，冬天尤其是不适合换盆，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大。夏天还好，春秋相对的不太容易出问题。还有一个误区是一直不更换原来的质料，时间太久了之后，这个质料是会酸腐的，对根就开始有伤害了。另外，兰园的环境人工调控的特别适合蝴蝶兰生长，而我们家里通常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在兰园比较适合的那种质料，到家里之后不一定那么合适。还有一种误区是过于频繁的更换质料或者更换养护方式，这样兰花也不喜欢。大多数植物都是喜静不喜动，也包括兰花。另外，频繁的换盆就相当于是在频繁的破坏兰花根系的共生菌系统。这个共生菌系统可以理解为是我们消化道里的菌群，帮助消化吸收用的。被破坏之后是可以重建，但是如果频繁的被破坏，那植物不生气才怪呢，刚建好又给打破了。再说关于施肥方面的误区，肥不是越多越好。我们常养的这些兰花都是生活在比较贫瘠的环境，所以它们的饭量都很小，用肥都极少。所以正确的是薄肥勤施，相当于少食多餐。你可能听到我说到过开花肥，但并不是用了这个肥它就一定能开花，是在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觉得它应该是要出花芽了，这个时候给它一些开花肥，也就是磷肥偏多的这个肥，是因为如果它要出花芽，它会需要比较多一点的磷肥。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按需给肥，而不是说给了肥去改变它。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有什么灵丹妙肥一用马上就如何如何。到目前为止，我所遇到的反应最快的算是催芽剂了，那是激素，一抹大多数的芽第二天就能抬头。接下来是茶水，做茶疗之后长新根叶的速度也算是挺快的了，但这也要等，少则10天半个月，多了那要好多个星期。再来说通风，不知道这儿有没有误区。通常我会说通风透气，通风所表达的是整个环境通风，空气新鲜。透气是指盆内根系部分比较的透气，空气相对的新鲜，这二者要同时具备。这正好涉及到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花小盆大，盆儿不是越大越好，貌似根儿在里头挺舒展的，但实际上盆内质料太多，会非常的不透气，同时干得慢又不透光，所以大盆是不可取的。但如果您说盆虽然很大，可是我没有装很多质料，里面非常的疏松透气，比方说像我们之前会加个水果网啊，或者其他什么网把里面撑起来，那这个就没事儿了。再说最后一个误区吧，就是看别人用的这个方式非常的好，我也一定可以，那还真的不一定。这是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有相对性的，有它适应的范围。比方说我们买回来的花裹着紧紧的水苔，根可能还挺好的，那这种方式呢，在苗圃就非常的好，到我们家可能就不一定行。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和苗圃的环境不一样，养护方式肯定也有区别。所以某一种措施或者方式，如果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以及他的环境，这个就是非常必要的。自己打算借鉴的时候，一定考虑上自己环境的因素。
比如说蝴蝶兰的板植，在我这儿实在是太辛苦了。像这棵呢，根都埋在水苔里，其实跟盆栽差不多，也还好。这个跟在外面的真的太艰难了，干得太快了。我想我需要死心了，蝴蝶兰板植在我这儿不太好。